鱼塘的泥巴一铲都不到底，我挖了这么大个堆泥坑，应该能够装得下吧？今天给东家挖这个满是鸡粪的鱼塘，由于前些年养鸡不规范，鸡粪排到了鱼塘里面，导致这个鱼塘不管怎么养鱼都会死。今天喊我挖机过来，把里面的泥巴、混合的鸡粪全部给它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它好重新养鱼。首先我们先要把挖机开进鱼塘，从这边上开到对面的地里面去地里面给它做一个堆泥坑。碍事的2根树给它挖到了上面之后，我们继续前行，用铲斗试了几下，还没有太平洋深，问题不大，可以直接开过去。稍微把泥巴扫一扫，把挖机开过来，爬上去的地方稍微修过坡，我们就来到了东家的这块地里面，也是唯一能够堆泥巴的地方，必须要好好利用一下，给它做一个大大的堆泥坑，才能够全部堆下鱼塘里面的泥巴。挨着养鸡场旁边的这里，东家要求给它修一条人走的路。做堆泥坑本来就需要四周挖土加高才能完成，这边填土加高的时候，只需要填宽点就有路了，拍一拍，拍紧实就可以了。地里面其他的东西啊，东家说都不要，但是这个橘子树一定要给它挖起来移到边上，他到时候还准备重新移栽。他跟我说啊，这个橘子树结的橘子非常的甜。橘子树放到一边，我们继续往这里面进发。这里面的情况就比较复杂，东家用袋子装了很多的鸡粪丢到了这个地里面，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呢？东家是这么说的，先挖点出去堆到围墙的外面，到时候耕田准备田里面搞点，有助于生长，还剩一些就把它平到地里面，再填一层土，把它埋到下面就可以了，这样以后种东西也肥沃。感觉土堆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再把这里扫一扫，弄平整，这边的鸡粪也就给东家处理干净了。早上来的匆忙，没有吃早饭，我吃点山西特产烤馍压压肚子。东家看我吃的有味啊，问我也要了点。这什么东西啊，这么好吃啊？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刚入的山西特产烤馍，香辣酥脆，多种口味，都是官方正品。精品零食领赚，不到9块9。马上双11了，想吃什么零食，可以先买小样尝一尝，好吃再买正装。点商城左滑进试用领取，或点评论区就能买。双11前抢先尝尝，好吃再入正装。记得点评论区看看。吃饱了，那我就继续去干活了。我们继续做堆泥坑，从这边填土加高搞过来。为了防止泥巴堆太多，把东家的围墙挤垮，这边我们给它宽点填，用力拍紧，双方都填土加高围起来了，这样一个大大的堆泥坑就做好了。这么大的堆泥坑，我相信啊，鱼塘里面的泥巴肯定能够装得下。我们先站在上面，把下面能挖得到的泥巴先给它清理上来，然后我们再开下去，站在边上把泥巴给它甩上来，这样就不用来来回回的爬上爬下。一切准备工作就是直接把挖机冲进鱼塘，开始转泥巴。下来把挖机站位搞好之后，我们就疯狂的往上面转泥巴，先把四周能挖到的泥巴全部给它挖上去。你看这个泥巴好黑呀，完了，我感觉好像没有挖几下，怎么就填了这么多？不会装不下吧？管它的，继续给它往上面转。四周能挖到的地方挖完之后，我们就把挖机开到中间来，把这些泥巴全部往后面转。鱼塘里面所有的泥巴都只能往这边堆，其他都没有地方，所以难度还是比较大。鱼塘里面有好多的水草，他们说这个水草里面会有很多的龙虾、黄鳝、泥鳅、痰鱼啥的，但是我挖了半天一条都没有看见，我也是服了。估计应该是鱼塘里面的鸡粪比较多，它们无法生存了。这外面还好，泥巴不是很深，一上午的时间就清理的差不多了。但是靠堤坝那一边泥巴就非常的深，我这一铲子下去都没有挖到底。我猜测啊，这应该是当时挖鱼塘的时候，就是在旁边深挖了一个坑做的堤坝。要是外面都这么深的话，我估计这个堆泥坑堆不下，我必须要把挖机开上来，想点办法。挖机开上来之后，我准备把这边再加高一点，这样泥巴堆得多了，就能够把泥巴挤到那前面去。那前面还有很空的地方没有填满，把这个口封上，我们的挖机就不再上来了，就站在下面使劲的往上面堆泥巴。毕竟这个泥巴比较稀啊，它自己会流平，
也不需要我们再上来整理。随着不断的往上面转泥巴，泥巴堆的是越来越多啊，都要漫过我做的挡土墙。鱼塘里面的泥巴也是吃的七七八八，只剩下浅浅的一层，我们收一收，全部转过去，应该能够堆得下。可以看到啊，鱼塘里面已经没有多少泥巴了，都能见到硬底。我再加把劲呢，使劲的给它往上面堆，争取给它全部堆下。挖着挖着啊，东家跑过来跟我说啊，完了完了，这泥巴都超过了挡土墙，不会把它的围墙击垮吧？保险起见呢，我想了一下，我们先还是不堆了，别真的把围墙击垮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我们先等一下啊，让泥巴沉淀沉淀，剩下的一点泥巴就先不弄了，我们先过去把它垮掉的堤坝修整一下。东家这边的堤坝还是比较宽的，只需要我们把垮掉的地方补一补，拍一拍，烫一烫，搞好看，搞漂亮就行。给它侧方位拍一拍，扶一扶，正面刷一刷。你看这个坡度啊，这么搞过来啊就可以了。这边的坡做完了，我们现在来这边修整养鸡场垮掉的坡。可以看到啊，这边已经垮得不成样了，上面还有很多的竹根。东家的意思就是把这些竹根呢全部给它挖下来垫到下面，但是我想了想啊，觉得这样肯定不行，到时候烂在里面，这边肯定又会垮，那不白搞了。跟东家说明后果之后啊，东家也觉得我说的非常的有道理，就按我的干。不过先要我帮忙啊，把这棵梧桐树用挖机给它往这边拉住，他怕砍树的时候不小心砸到他的养鸡场，那就完了。树上面绑了一根绳子，我挖机在这边做牵引，问题不大，轻轻松松就搞定了。顺便把树给它搞到岸上去，树干一下子就给它挖上去了，但是这些树枝不怎么好挖，我就把铲斗放在这里，让东家自己搬上去，然后我再一起给它扔到上面。这边的一些杂草树根清理干净之后也给它甩到上面，因为这边的坎比较高，一下填起来肯定不行，我们需要填一层土，来回反复的给它碾压，这样才紧实，不容易垮。插土我们就挖鱼塘底下的干土，这样既把这边填起来了，鱼塘还加深了，一举两得，非常的棒。填完之后，我们再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给它压紧压实，就这么一层一层的给它压起来。这上面这一层填起来之后，我们挖机就压不到了，这里只能用挖机一臂给它做过去。当我做了一会儿，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鱼塘还有2个岸，里面很多的泥巴还没有清理上来，地里面又不敢堆了，怕围墙击垮。我看这里比较宽我跟东家说，要不这里搞个金包银，把泥巴堆到这上面来，干了之后再给它平一下，还是一条路。东家一听这方法好啊，反正我上面现在也不走路，那行那行啊。那我们这么做过来的时候中间就不填，给它留个坑，到时候站在下面直接把泥巴给它堆到这个坑里面，这样也不会流下来。你看这上面填了差不多3米宽吧，路的话完全够用了。这边做好之后，边上的坡我们拍一拍，烫一烫，给它搞漂亮，搞紧实，这样整个鱼塘基本就成型了。鱼塘2个岸里面的泥巴全部给它清理干净，转过来。这鱼塘挖出来的造型还是不错的，有深有浅。你看热天的时候，这个鱼就有个深处可以待，夏天晒不到，冬天冷不到，非常的棒。把这些泥巴全部给它转到这上面，从前面填满填过来，一路收一路扫，把塘底的泥巴扫干净，剩下这最后一点点，我们再从这里爬上去，上来的地方收一收，烫一烫，搞漂亮。今天清理的这个鸡屎塘我们就搞完了。搞完之后看一下效果，你看这个鱼塘深了不知有多少，鱼塘里面的泥巴清理的干干净净了，四周的坡也整漂亮了，搞光滑了。搞完收工，我们下期见，就很棒。